mostly all the time. I think I made a big mistake to let you go, 'cause I'm getting lonely by the day. And days are passing faster ever since you've gone away. I miss you mostly all the time. 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越往京都洛北的深山前进，就越能感受原始而神秘的灵性。京都的鞍马贵船一带，因为森林茂密，加上不少天狗或神怪的传说，让这里镀上一层魔幻的魅力。乘坐穿越红叶隧道的瑞山电铁，秋天是见识鞍马寺和贵船神社的绝佳季节，加上凉爽的天气，少了攀登的汗水，而多了漫游的畅快。古迹、红叶、清透的空气、灵验的仪式、道不尽的信仰故事、数不清的自然瑰宝，用一天的时间，跟我一起翻越鞍马寺的山头，再走到贵船神社，以小溪流水来洗涤心灵吧。一天之中，早餐最重要，因为吃到好吃的早餐，心情会好一整天。公寓旁边就有一间能让心情好一整天的咖啡店，最适合一日行程出发前，先来这里开启愉悦。门口的大面玻璃绘制了咖啡的烘焙曲线，像是宣告这是一间绝对专业的制烘店。Gumen Roaster 是专业的咖啡烘焙商，在台北有2家店，老板是一位对咖啡很痴迷的职人。店内充斥着烘豆机散发出来的微温，让咖啡豆的香气像是温暖的怀抱。Gumen Roaster 总是喜欢提出哲学思考的问题。想用高品质咖啡的生活方式会丰富心灵吗？还是心灵丰富的人会拥有享用高品质咖啡的生活方式？请腾出时间来，好好的虚度光阴。这里的好咖啡可以从络绎不绝的人潮和网络上的评价来证明。不过，由咖啡香气引发的一连串哲学思考，似乎让 Gumen Roaster 的咖啡还多了一层精神上的香醇。从初町柳站坐瑞山电铁鞍马线，约30分钟就会到终点站鞍马。因为贵船神社是祈求恋爱顺利的地方，所以电车上也有一些恋爱的小元素。在4元到二之濑站之间，车速会突然放慢，贴心的让游客好好欣赏沿途的枫红。
11月上旬，枫叶都还没变色，秋天的气息似乎还没弥漫到山下。车站里有很多天狗，还有一根火炬。这里的火祭很有名，片尾会分享10月过来参加火祭的片段。鞍马寺是平安时代的武士袁义经的修行地，相传他在这里和天狗学习功夫，所以山上处处可见天狗以及袁义经相关的建筑物。仁王门是1909年重建的建筑，是通往清净境界的屏障。可以选择步行，或是坐缆车上山。我选择了缆车，一下车就会看到一座多宝塔。从这里开始，越来越深入自然的环境，走在安静的树林和成排直立的灯笼之间，心情会越走越平静。鞍马寺据传创立于770年，为了祭祀毗沙门天而建，整座山充满灵气。在登山健行的过程中，还能吸收能量。请殿供奉阿弥陀如来像，里面有个休息区，爬山爬累了，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。正殿供奉千手观音，建筑前站着的2尊老虎，并不是护卫犬，而是毗沙门天的使者神兽。前面的地板叫做金刚床，很多人会站在石头拼接的6芒星上。这里可以感受宇宙的力量，是很有名的能量景点。这里的视野很好，开始感受到秋意带来的变化。无论能不能理解鞍马山天人合一的教义，一口深呼吸就能唤醒体内的活力。旁边的本坊现在作为寺院的事务所使用。走入奥之院参道，这里开始像是步入了原始森林的怀抱里。
木质根道是连接鞍马和贵船的小路，沿途十分清幽，真的有一股和自然融为一体的舒畅感。木质根道的名字由来是这一区有大量的凸起树根，相传这里是袁义经练习跳跃的地方。虽然不用练功，但在这里真的要很注意脚下的路况。偶尔垫步，不时跳跃，在自然生态丰富的环境中，脑海中却浮现了蔡依林的歌。沿途还有10几间小寺庙，像是默默加油打气的心灵陪伴。大概1个半小时，穿过西门，开始进入贵船的范围。沿着贵船川往神社的方向走，沿途有几家外形复古的料理店，像是走进了宫崎骏的动画世界一样浪漫。神社的入口是一整排的红色灯笼，这里也是京都的代表画面之一，吸引无数人前来这里打卡拍照。贵船也有不少神秘传说，相传平安时代的女诗人和泉四部曾经来这里祈求挽回夫君的爱，因此这里也是祈求姻缘的灵验景点。贵船神社创建年份不详，根据目前的记录，可以推测是西元666年。贵船神社在古代是专门祈雨的神社，这里也是会马的发源地。据说干旱时会献祭黑马，以祈求降雨；而在连日大雨时，则会献祭白马，以祈求天晴。后来演变为在木板上绘制马的图案，而取代真正的马匹。也因为这里祭祀的水神，这里还有个一定要尝试的体验，就是灵泉浮签。抽一张空白签放入泉水中，占卜结果的签诗马上就会浮现。11月夜晚来得很快，不到5点，山里的天色已经转变为深蓝色。
不过贵船神社会亮起晕黄的灯光，增添许多神秘的色彩。外围的树木也会打上灯光，光影交错的线条，把祈福的心愿和灵应的神力缠绕在一起。贵船神社范围有点分散，除了本殿，往贵船川的上游走，还有中宫和奥宫。沿途的黄色路灯和料理店的红白灯笼，为这条路共谱了一首浪漫的旋律。中宫又叫结社，其实盘藏机密。中宫的范围比本殿小，人潮也少了很多。不过，红色的鸟居和灯笼却为夜晚的贵船拉满了气氛，当灵气具现在眼前。因为已经太暗了，我就放弃了更深山的奥宫，开始往下山的方向走。沿途听着溪水声，虽然和上山的时候是同一条路，却多了神隐少女场景的即视感。再拍一次点上灯光的灯笼。白天的台阶充满了让心情宁静的魔力，而夜晚则是弥漫了舒心的浪漫音符。We could spend the summer, the winter, and everything between, just like we are meant to be. Met you on the 3rd of December. Oh, how could I? 回到贵船口站，这里藏着一日行程的最后一个惊喜。二之濑到四原站之间，除了像白天一样会放慢车速，夜晚还会关上电车里的灯，可以好好欣赏沿途打上灯光的枫叶。お足元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。虽然枫叶还不够红，但是突然关灯的那一瞬间，身旁拥挤的人群好像会突然消失，一起被吸入魔幻的世界里。晚上回到乌丸四条，终于来吃这家总是在排队的拉面店。和酿凉面虽然藏身在小巷子里，
仍然挡不住饕客的脚步。沿着老屋的中庭排队，还有飘来的香味作伴。这里的餐具很有设计感，还没欣赏完就上餐了。点了牛肉拉面，吸一口沾满汤汁的面条，浓厚的汤头像是可以咀嚼出肉末的香味。只不过几分钟，碗已经空了，速度快到我以为有人趁我看向外面的时候偷吃了我的面。每年10月22日，在鞍马会举行火祭。原本神秘幽静的山头，被火光照亮夜空，展现鞍马热血的一面。祭典期间，鞍马的居民会扛起燃烧的火炬沿街巡游，喊着特别含义的口号，虽然听不懂，但跟着喊了几句，很快就融入热闹的气氛中。沿途有些家庭还会展示家中的祖传宝物，像是盔甲。鞍马火祭最早只有男性参与，但近年来人口减少，女孩也加入了游行的行列。有些家庭甚至没有年轻男性可以扛火炬，简化成只有在门口点上火盆。尤其神社在平安时代迁到了鞍马，火祭重现了当年村民迎接神明的场景。透过传统的祭典，好像更接近了京都这座城市的灵魂深处，又多了一分对它的喜好。如果你对京都不被人熟知的一面也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从更多元的视角，一起爱上这座有深度的城市。全内路都ロクよろしくね。I knew you'd fit me like a glove the day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pictures in my head. I know it sounds crazy, maybe one day I could share them with you. Ooh, ooh, ooh. And I really don't mind waiting as long as it takes you. I've been waiting for so long, so what's another week or two? 'Cause every time I see you, life goes bright. Ooh, ooh. The moon, the stars, the fireflies, they light. Ooh, ooh. It seems as if the world stopped spinning round and round. Oh, since I found you.